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有气质和没气质的中年女人究竟有何区别？看完对比就明白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我们常说50岁是女人的分水岭，在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，同样的年纪，有人越来越有气质，而有人却总是避不开大妈感。这其中的差别其实并不在脸蛋或身材，而在于气质。你可能也留意过，一位村妈若是瞬间就能变得优雅。比如说，同为1968年生的伊能静和萨日娜，同样身处公共视野，但一个透出少女般的得体与柔美，另一个则呈现出成熟自然的从容。这种落差不在外貌，而在由内而外散发的气场。本期咖啡屋我们就来聊聊，同样是中国大妈，为什么有人仪态非凡，有人平淡无奇？当我们剥开一切表象，有3个关键因素正悄然决定他们的气质差异。区别一：妆发没气质与有气质，后者更年轻。中国式大妈发型和妆容是显老毁气质的罪魁祸首。俗话说美不美，看头面部。一个女人有没有气质，从发型和妆容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顶着一头大妈发或面部假白、浮夸大浓妆，基本就和气质的彻底无缘了。而仔细观察那些真正有气质的女人，发型、妆容上都下过功夫。发型微卷而不乱，妆容清丽不夸张，轻松拉开和普通大妈的差距。看看许娣的这组对比，右边妥妥的年轻了10岁不止。那么如何把握气质妆发的精髓？就看以下这3个重点。重点1，发型要整洁蓬松加侧分刘海。在发型上想要摆脱显老感，其实并不需要刻意追求年轻的发型，而是要学会扬长避短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状态。首先，我们在造型时要避免一些容易暴露年龄的雷区，比如厚重呆板的齐刘海、密集细碎的泡面卷等。这些看似修饰脸型的设计，反而容易显得沉闷，给人一种造作不自然的感觉。尤其泡面卷在视觉上会让整体轮廓变得臃肿，没有层次感，也难以展现利落大方的气质。另一方面，细节的处理往往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味与状态。不论是披发还是扎发，头顶略微蓬松的处理都非常关键。它不仅能够提升整体造型的空气感，还能在视觉上拉高头身比例，营造出头包脸的效果，显脸小又减龄。此外，对于不少中年女性容易出现的轮廓问题，比如太阳穴凹陷、颧骨突出、脸部松弛等，都可以通过一款得体的侧分刘海加以柔化。比起中分或后刘海，侧分刘海更具修饰性与灵动感，既保留了自然轮廓，又显得优雅利落，气质瞬间提升。重点2，妆容要素雅干净，淡妆最日常。中年女性面部常常会出现的就是肤色暗沉、老年斑、气血感弱的情况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大浓妆来遮掩，反而会更显老气横秋。妆容上以均匀肤色为主，底妆要清透自然，让面部和脖子色彩统一，而眉毛、眼妆、唇妆等都以浅淡为主，整体就能给人一种气血很足且不会艳俗的感觉。重点3，配饰精致度在材质、体积和设计中3选1。当然，也别忘了用配饰来增加头面部的精致度，以及提亮面部肤色。这里需要注意，配饰的选择尽量在材质、体积和设计中选择一种。比如说像帽子，体积大，那么设计就要简单；而像珍珠，质感好，那么就不要选体积太大或者太繁琐的设计。
简约反而更能保持珍珠的贵气感。区别2，穿衣打扮没气质与有气质差距太大。不会穿搭的中国大妈，精致不成反倒更土。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上了年纪的女性都会陷入精心打扮的土气当中，看着打扮很用心，但是整体就是给人一种土洋感。比如说像典型的中国式大妈穿搭，墨镜、丝巾、花裙子，配丝袜和运动鞋，看似很精致，但却透着一股用力过猛的花哨土气。对比会打扮的女人，气质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中年女人如何将穿衣打扮变得气质高级？遵循以下3个要点。第一，款式基础，颜色清爽干净。真正会打扮的女性，往往更懂得做减法，不靠花哨的设计博眼球，而是在基础中寻找质感的平衡。比如在款式的选择上，避免过于繁复、图案花哨的大妈风服饰，而是更倾向于简约大方、有结构感的基础款，塑造无灵感造型。颜色方面，更要远离暗沉压抑的深棕、灰绿、荧光色等显老色，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清爽干净的低饱和度色系，如莫兰迪色中的淡蓝、浅绿、茱萸粉、奶油白等。这些颜色不仅对黄调或暗沉肤色有极佳的提亮作用，还自带温柔气质，能让整个人看起来精神轻盈、年轻了不少。第二，版型简约合身，尽量选择长线条设计。比起复杂花哨的设计感，中年女性在服装的版型选择上，应该更加注重轮廓感与结构感，千万不要陷入宽松等于遮肉的误区。真正显气质的穿搭是合身不紧绷，修身不显勒，利落得体反而更显高瘦挺拔。比如腰腹稍有赘肉的女性，可以优先选择高腰的 A 字裙或伞裙，既能遮掩腹部，又能突出腰线，拉长腿部比例。而肩宽背厚、脸型偏圆者，则推荐穿 V 领设计的上衣或连衣裙，配上正肩线的裁剪，可以自然拉长脖颈线条，修饰头脸轮廓，显脸小又显气质。整体而言，建议多选择垂感好的直线条剪裁服饰，减少视觉杂乱感，提升利落干净的气质，呈现出成熟女人的知性优雅。第三，穿衣搭配要学会留白，为造型注入呼吸感。中年女性在穿衣搭配上更应该注重留白的艺术，不必事事满满，层层叠加。有时候适度的简约和空隙反而更能凸显质感。比如一件简洁的 V 领上衣，配上一条露出脚踝的9分裤，再用一条纤细手链、简洁耳钉做点缀，看似简单，却能精准突出穿着者的优点。穿衣时可以巧妙通过露肤留白来增加轻盈感，如选择露出锁骨、手腕、脚踝的服饰，让整体造型更具呼吸感和灵动感，不显闷重。搭配上讲究繁简结合，例如花纹下装配素色上衣，基础裤装配一条亮色围巾，用明暗色调对比营造层次感，避免审美疲劳的同时提升整体精致度。区别3，仪态管理没气质与气质对比明显。女人上了年纪之后，身形或多或少都会走样，相比起体型，体态才是反映一个人的气质好坏的关键。即便是身材纤细，若是没有好的体态，弯腰驼背、头前倾、站姿不自然等，照样会让整个形象看着畏畏缩缩的，穿衣依旧不好看。看这一组对比，同一个人，身材也相似，但体态的好坏对于气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但是有气质与没有气质的区别还是很大的。怎么完成优雅端庄的仪态呢？以下几个动作跟着练起来。1.
改善脖子前倾，每日贴墙站，省心又省力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许多女性容易出现弯腰驼背、头部前倾等体态问题，这不仅影响外在形象，也会影响气质。想要改善这类情况，可以从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入手，靠墙站立练习。每天抽出5分钟时间，将后脑勺、肩胛、臀部自然贴紧墙面，调整脊柱的自然曲线，逐渐唤醒肌肉的正确发力感。长期坚持下来，不仅能让身体线条变得更挺拔，还会增强对身体姿势的觉察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也可以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抬头挺胸，放松肩膀，下巴轻收。如果一时找不到正确状态，不妨联想一下闻到不太愉快的味道的场景，自然就能做到微微抬头，后缩下巴。这个小技巧能帮助你快速找到优雅挺拔的姿态。体态的美，来自于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自我关照，哪怕每次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坚持，也能让你焕发更加自然从容的气质光彩。2、瑜伽加拉伸，举止要注意发力点。上了年纪，很多高强度运动都不适合了。平时可以多做舞蹈、瑜伽等拉伸训练，一方面是可以让体态更加挺拔纤长，另一方面是能让肌肉更加紧实，身形线条也会看着更好。看这位妈妈，运动前整个小肚子突出，骨盆前倾，臀部扁塌。长期练习瑜伽后，整个身形都更匀称有力，气质也变得优雅了。3、肩颈打开，目视前方，举手投足更显优雅高级。当然，除了身形状态之外，一个人的神态也非常重要。目光闪躲、站、坐姿无力，即便是身材再好，也是徒劳。目视前方，练习眼神能让整个人的看着更加大方，而收紧核心，通过腰腹部发力，将肩颈打开，可以让人看着更有精神。加上得体的妆发以及穿搭，完全能做大1加1大于2的效果。对于中年女性而言，即便是容貌、长相都已不在，依旧可以通过让自己变得更有气质而轻松脱颖而出。这也是维持美貌的最佳途径。在50岁之后，许多女性开始面临如何优雅老去的挑战。有人会因抱着安稳过日而陷入大妈妆漩涡，穿着厚重花哨，不知不觉被岁月裹挟，气质被遮蔽。而在另一端，却有一群年龄翻倍但却散发光彩的女性，她们拒绝被年龄定义，靠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在穿搭、妆发、体态上做出改变，以优雅和自由回应岁月。这中间有一位69岁的上海姐姐，她的身上没有老年妆的刻板印象，取而代之的是色彩大胆、风格洋气的搭配，剪裁利落的套装，时髦的配饰，青春感十足的色彩，搭配得体却毫不造作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从容自信，那种不服老，看起来像40岁，有种逆龄美的效果，让人一眼就被圈粉。接下来，咖啡屋和你分享一下她显年轻的穿搭秘诀。1、色彩。1、基础色不出错。观察小农姐姐的穿搭，我发现了，她和我们大多数姐妹一样，懂得运用基础色，让自己看上去很干净利落。说到基础色，那就不得不提到黑白灰了。这3种颜色不管怎么组合，都不容易出错。而小农姐姐最喜欢里面的白色，不过她不是说选择一身白就 OK 了，而是懂得运用一些技巧，让自己看上去有品味，让穿搭更有层次感。比如说上图小农姐姐用白色的马甲搭配白色阔腿裤，搭配的也是一双白色的平底鞋。
直接这样穿的话毫无亮点，所以她加上了一条棕色的丝巾，并且配上了一个黑色的金属链条手提包，整体看上去有一种老前锋的味道。2. 大胆尝试年轻色。基础色不容易出错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穿那几种颜色。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小农姐姐一样选择一些年轻色，让自己看上去更减龄有活力。就拿小农姐姐最喜欢的粉色来说吧，她选择每一个粉色的单品都很符合我的胃口，穿在她身上不会显得突兀，因为她懂得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粉色，不选荧光色的，避免过于刺眼。你看上图的她选择的粉色印花吊带连衣裙，是不是显得很嫩呢？如果单穿可能会有点半嫩的嫌疑。你看她选择的皮粉色的斜挎包和珍珠项链，是不是就把这个嫌疑给压下来了？2. 版型上。说完了颜色，再来说说版型。小农姐姐是很会选择衣服的版型的，所以她看上去就很精神，没有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。她对版型的选择完全打破了中老年就该穿宽松邋遢款的刻板印象，而且她不会牺牲舒适度去选择漂亮衣服，而是可以把舒适度和利落平衡好，这也是她看起来很年轻的原因之一。她不会选择那些过于紧绷的紧身款，但是也不会选择过于宽松的单品，而是把合身放在首位。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小农姐姐选择的一些单品。1. 衬衫。衬衫可以说是很适合中老年的姐妹穿的一种单品了，但是有时候我们选择的衬衫会显得很严肃，那是因为咱们没选对。你看小农姐姐选择的衬衫，有一种慵懒风的感觉，宽松但是不垮，穿着就很舒服。最主要的是她还用了一条棕色的腰带系在腰间，悄悄勾勒出腰线，可以在保留自在感的同时避免拖沓显老态。2. 牛仔裤。想要显得年轻，牛仔裤可少不了，其中直筒和阔腿版型的牛仔裤是小农姐姐的最爱。这两条裤子也不是说随便选就行了，要选就选高腰设计的，高腰设计可以拉长咱们的腿部线条，裤腿宽松也不会压身高。如果你选择的是比较长的拖地裤，那高腰设计更是锦上添花，搭配短上衣或者是把衣摆塞进裤腰里，视觉上可以优化身材比例，显得活力满满。3. 裙装。很多姐妹都喜欢穿裙装，咱们要注意避开过长过宽的奶奶裙，可以像小农姐姐一样选择合身的裙子，把身材曲线勾勒出来，就算你有小肚子什么的也不要怕，咱们这个年纪了，就接受自己的缺点，微胖主打的就是肉感美，说不定更有韵味呢。我们也可以选择比较包容的 A 字裙，可以修饰我们的下半身，而且还很优雅。在这个穿搭不限年龄的时代里，气质不再是年轻的专利，它是由内而外，由细节到整体的自我修炼。我们从有气质与无气质大妈的对比中看到，真正的差距不在外貌多漂亮，而在是否愿意认真对待自己的衣食住行，是否用心营造得体的形象，是否以舒适、优雅、得体的方式与世界对话。69岁的上海姐姐之所以能圈粉万千，不只是因为她穿出色彩与风格，更因为她掌握了态度与形式的统一，一种不卑不亢、坦然自信、尊重自己身体和人生阶段的表达方式。她用干净利落的基础色，贴合身体的剪裁，青春减龄的点睛配饰，让气质在她身上自然绽放，这才是真正的岁月友好型美，而不是被年龄定义的伪精致。而这一切对每一位中年女性来说都不是遥不可及。选择一个能提升气质的妆发，
从一款合身的衣服入手，从一项仪态的练习坚持，气质就会逐渐成为一种日常。气质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小事做到极致。每日一件基础色上衣，一个简单的配饰，一条修身的线条裤，甚至一杯清茶都能成为气质的媒介。最终，气质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不是某件绚丽单品，它不依赖年龄，不在乎流行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从容与优雅。只要你愿意重新定义自己，认真对待每一天，岁月就会在你的气质里被温柔对待。让我们从今天起走进镜子，看到那个态度坚定、神采飞扬的自己吧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